4个人在圣诞节开启了一趟维也纳出发的旅行。冬天的欧洲有点冷，但也刚刚好。我们从维也纳出发，去哈修塔特，看被山和湖包围的小镇；去斯洛文尼亚，走进另一种节奏的风景，好像离开了原本熟悉的欧洲。再到布达佩斯，看夜晚一点点亮起来，整座城市慢慢变得很温柔。最后在布拉格结束这段旅程，好像走了很远，又好像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。我们一直在移动，也一直在记录。有些瞬间很特别，有些其实很普通。但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，这趟旅行不只是去了哪里，而是那段时间刚好是我们4个人一起在同一个地方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哎，这个3个女人在火车中间抢一个窝夫，没有抢好吗？吃掉，慢。几号？我们来到了维也纳的第一站圣史蒂芬教堂，可以看到旁边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圣诞市集。我们从这个火车站走出来，有看到一个卖 pancake 的店，哇，这里超级多人排队。这里还有分小和大的10码，7块9和9块半的欧。我们叫一个大个的，是9块9，够4个人分享。现在我们跟着导航来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，这是类似一个广场的地方。然后这里出名的原因呢，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river。如果冬天怕冷的话，可以买这个360度50角包覆。这屌啊！这些金银团直接被抓进去。嘿，这个要20块euro，你懂吗20可以抢200万哎！我们叫了一个猪排，一个牛肉汤，一个薯条，还有这个很出名的，还有一个饭。这个饭应该是跟那个猪排一起的，好吃吗？维也纳的第一个晚餐，我们来到了这间非常出名的百年炸猪排店。那天呢，刚好还下着雨，看到很多人撑着伞在排队，记得要提早预约哦。Good morning， 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窗外的风景。我们住的是中央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酒店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。这里可以做华夫饼哇，可以耶 ，nice。早上第一个行程，我们来到这个家具博物馆。这里的话是10点才开门，所以不用这样早来。还有这里有一个我点了一个听器，然后可以调华语、英文，这是包括在门票里面。旁边看的话，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家具，金光闪闪的，这就是皇室的家具吧。在奥地利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，这里的所有景点都围绕着这一个人——茜茜公主。她的本名是伊丽莎白，是奥地利的皇后。她年轻的时候非常的漂亮，甚至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女人之一。逛完了家具博物馆，我们到下一个景点安可钟。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，每天12点整呢，这里的历史人物会一个一个走出来，就像一场小型表演。开心哦！第一天到维也纳的时候没有时间走这个圣诞市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倒回来啦。被风干的肉，超出名的小吃也有在卖哦，烟囱卷。有3个口味。
哇，蛮好喝的嘞。这样马中茶。来排队进去喝汤。这根黑死病的柱子是为了纪念因黑死病而去世的人们。可以看到呢，上面有奥地利的国王为了为人民祈祷而脱下了皇冠。我们发现这个茜茜公主博物馆的票竟然会卖完，幸好我们买的是茜茜套票。茜茜公主的人生其实一点都不童话，她嫁给了皇帝范 Joseph， 但她非常不喜欢宫廷的生活，被各种束缚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被婆婆控制。她一生都在追求自由，经常离开皇宫去旅行。超级多人。这餐厅一定要提早定位，才5点就已经满位了。这个 manager 有说，如果你没有定位的话，可以直接走了，满位到关门。等了1个小时，终于来了。来维也纳，很多人都会吃这家，他们最出名就是这整排猪肋骨，真的很大一份，肉也很嫩。餐厅是在地下室，有点像中世纪酒窖，气氛很特别。整体我觉得是来一次可以的经典游客餐厅，好吃但不算特别惊艳。吃饭没压力，这样。为什么没有压力？因为他可能看我们亚洲人没有这个小费文化。因为就代表他的老板给够他们惊喜，给够他们惊喜。如果你冬天来到维也纳，一定要来这个圣诞市集，整个广场都是圣诞灯海，真的很梦幻。我觉得这里就是那种现实版的圣诞电影场景。10块9这一杯热红酒，如果把杯还回来，会退你5块钱。有冷的天喝这个热红酒好吗？我会暖暖的，很爽啊！蛮大杯耶，这杯。在这里的话，人手一杯，这样很多人手上拿着这个热红酒。看着泡烟。感觉是硬的哎，他鼻子够红哦，感觉不好吃，吃不好吃，很硬。这难吃咩？那个脸？哎，我摸到了，一摸就懂是难吃了咯，因为很硬。可以拿来打狗啊！第3天的早上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维也纳的美泉宫。圣诞节在外面摆起了夜，这种 Christmas market， 还有一个很大的星星。够力多人哦，里面现在才9点3个字罢了。这里是维也纳最有名的景点之一美泉宫，整个宫殿最特别的就是这个标志性的黄色，还有4只窗帘上的建筑式样，都以大彩床形成。美泉宫曾经是奥地利皇室的夏宫，大家熟悉的茜茜公主也在这里生活过。如果你走进宫殿里面，可以看到她当年的房间，也会有那种她真的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感觉。站在这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宫殿，它更像是在讲一个关于皇室、自由还有茜茜公主人生的故事。她不只是一个美丽的皇后，更像是一个被困在华丽世界里的自由灵魂。这21号超漂亮。走完美泉宫之后呢，可以到后面的后花园。这后花园真的超大的，然后从后面这里要走上去这个凯旋门的路上，差不多要20分钟吧，要跑一个Z字形的路上去。美泉宫的后花园，整条花园都是对称的，一路延伸到后面的观景台。当你站在这么辽阔的花园，会觉得它很漂亮，但也忍不住在想，如果连这么大的空间都还是不够自由，那真正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订了中午12点的这个 Cafe Central， 你可以看到它的门口超级多人，这边有
150年的历史了。你咩1876年呢？150年的历史的老店。这个咖啡里面是有放水果酒的，然后上面呢是有一些 whipping cream， 甜甜的，然后下面酒味蛮重，很特别哦。这是那个冰咖啡，还有 sandwich。咖啡馆整个空间很像宫殿，但反而让人很放松。有趣的是，真正住在宫殿里的茜茜公主却一直想逃离，而这里看起来像宫殿，反而却更轻松。吃饱饭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白水公寓，然后一下车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电话亭。这里出名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屋子，它是比较五颜六色，然后拼接在一起。白水公寓跟那些对称优雅的皇宫不一样，这里完全是不规则的设计，窗户、地板都不一样。设计师觉得人不应该被直线限制，所以这里看起来有点乱，但很有生命力。河边竟然发现有人游泳，这样一个泳池，在这条小河里面。你前面怎么样？现在多少度？现在是1度。由于现在是圣诞节的关系，各种商店都摆着很多小巧可爱的圣诞饰品。随便走进一个餐厅了，我们发现这个披萨超屌，可以做一般一般的。所以说餐厅不可以乱乱去，这间餐厅呢真的是不怎么好吃。这是半边的披萨，2个口味。这几个人来欧洲找糖果，找软糖。这次我们在维也纳住的酒店呢是 Ibis 的 hotel， 很靠近那个维也纳的火车总站。一进来可以看到有一个简单的双人床，那有一张书桌。这里呢是一个干湿分离的厕所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胜在呢干净，也很方便。今天我们要自驾去哈修塔特了，等下就要去拿车。哦，天气预报说哈修塔特会下雪，可是下雨的成分也蛮高的。现在我们去吃早餐。哇，人像很丰富哎。真的丰富啊，不然这样吃这种西方食物这样吃得饱。中餐才是 YYDS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留言、按赞及分享哦。我们拿车的地点是在这个火车站里面 ，XI、XT 这辆租车公司。然后我们的租车是租4天，就从今天会去到哈修塔特，然后我们也会从哈修塔特去 Leibnitz， 然后在卢加纳住2晚，去 Leibnitz 还有那个溶洞，然后再回来维也纳还车。租车，他是说给1辆宝马，给大家看看是给什么车吧。本来是坐的是 BN， 不过 BN fit 不到我们的行李，所以我们又加钱换了另外1辆车，就是这辆车要陪我们接下来的4天啦。然后 email 里面有写，还有一点刮伤。有吗？有。去这个哈修塔特的路上，看到吗？完美的天气。Up the west coast in the morning to find a place where no one knows our faces or our names. 如果自驾来这个哈修塔特呢，要把这个车停在 P1 这个卡巴，然后才可以从这里坐 shuttle 去到小镇里面，因为小镇里面是不可以停车。现在我们坐这个 shuttle 去酒店，它是包括在卡巴里面的。在去酒店的路上，这一进门可以看到有沙发，这是 Family Suite。房间1有2张单人床，然后有自己的厕所。这房间2，1张双人床，还有厕所。没事耶，很大的确。今天早上从维也纳出发，差不多10点，到这里差不多接近1点半。一路上都在下雨，现在终于雨停了。这是窗外面的景色，那也可以看得到湖。
然后那个时钟就在我们的酒店正前方，满片都是雪山。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店呢，就在这个时钟的隔壁，非常的方便。这里是时钟，对面就是我们的酒店，这是那个酒店的名字。我们的房间应该是在那个位置。我们按照谷歌Map来了这个地方，这里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样的风景，就是很多人拍哈修塔特的那个地方。夜晚时间赛，我们去哈修塔特的小镇走走。这个小镇非常的小，基本上就是这一条路，然后旁边两边都是屋子。这哈修塔特这里的屋子，你看都堆满了雪，很漂亮。旁边就是湖，这里就是小镇。我们来到一间小店，据说这间店的蛋挞非常的好吃，也非常的好看。不过架子上没看到蛋挞。蛋挞卖完了，我们只可以吃一个苹果派，好像雪一样哎，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你们拍真的好吃。哇！你有拍到吗？有血出来。有拍到。好吃哎！你们真的好吃哎。我拍你吃。可是美多能卖1块半。我拍你吃，快点，来拍吃。你猜看有没有比麦当劳好吃？不要这侮辱那个，不拍，不要夸张，还没有咬，屁呀！等等，烧的吗？温了，今天他多少？吃一个温温的应该很舒服哦。干嘛？是昨天就好，我们昨天。不要讲啊，那个。昨天，这还是前天。那可以丢狗哦。可以上传给啦。晚餐时间，我们来这个 hotel 里面吃鱼。这里出名的是它的鱼类。我们叫了2个鱼，这里的鱼特别的好吃。然后还有一个猪排，还有一个薯条。所以晚上呢，我们在客厅喝了酒。哈修塔特这里呢的超市都好照管，像这种酒的话，我们都是去餐厅买的。餐厅卖的话，一支是3.9块。如果是在维也纳的超市里面买，一支可能1块半左右。这里非常的贵，而且那个餐厅在我们买完之后呢，好像6点也关门了。那日出的位置呢，应该是在这个钟的后方。在我们是看做这个缩时摄影，希望早上的雾可以越变越少，可以拍到漂亮的日出。一如既往的面包，这里有三文鱼，还有一些海鲜、鱼类。欧洲饺子，虽然冬天没有吃汤圆，但是可以吃饺子，巧克力味啊！吃着早餐的时候下起了大雪，下雪了！哎，真的是雪，看得到吗？你看我吧，雪吧。要离开啦，要去下一个国家啦。明信片的风景，我们待了一晚，非常推荐你们在这里住一晚，因为早上的人流量没有那么多，现在开始多人了，很多人做这个 day trip 的行程。Only had you for a short time. When you left here was a blindside. But I'll rest with peace of mind that you're rolling with all your kind. With all your kind. 先来 Burger King 吃个午餐，然后等等就驾车驾1个小时半就可以到湖啦。看一下这里 Burger King 的价格，你看啊，真的，可是9个跟20个都差一点点。20个10块半，9个7块2。我们在这里上厕所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有这个 machine，
进出都是同个入口，然后给一个5毛钱之后，他会给你一个票。这个票呢，就是你在这里买东西消费的时候可以去做折扣。5毛钱，来进去推。喂，你在干嘛？蹲着过去吧你。炸裂，非常的失败啊！这个我们的午餐，这个 fish and chip 是8块8，还有20个那个是10块啊，10块2还是10块3？很便宜哦，今天这餐才19块罢了。